要说手机行业的发展轨迹，可以说折叠屏手机是视为大屏直板同质化后的一次形态创新。折叠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迭代后，也迎来了不同的发展轨迹，像是更便携的小折叠，化妆盒一般的大小，尤其受到女性用户的青睐。不过要说更好的选择，还得是大屏折叠，平时合着跟直板机差不多大，打开秒变小平板，能够获得更好的视觉享受。不过现在大折叠屏手机也进入了一个同质化的怪圈，这个同质化不是形态的同质化，而是各家厂商都卯足劲儿往轻薄堆。这也不难理解啊，除了那些愿意尝鲜的数码爱好者或者相关行业人员，想让普通直板机用户换折叠屏，总不能比旗舰直板机厚重太多吧？于是我们就看到了，如今市面上的大折叠手机都在想方设法的减薄减重，可一味追求轻薄，这些大折叠的实际体验到底咋样呢？这次我们集齐了5款大折叠手机，来一场畅快的大横评，其中就有新发的三星 Galaxy Z Fold 7，还有 OPPO Find N5、vivo X Fold 5、华为 Mate X6 典藏版、荣耀 Magic V5，让他们正面刚。如果你已经有兴趣想要买一台大折叠手机，看完这个视频，哪款产品适合你，你就有答案了。不过开测之前还是要叠个甲。上述几款手机发布时间并不相同，我们手上的手机也是不同时期到手的。有部分产品经过长时间的主力机使用，所以产品的部分数据仅以当前手机状态为准，不是全新机对比。有些数据会和全新机有所差距，仅代表这台手机的评测数据。其实我最关心价格，产品好不好与价格息息相关。先分别来看一下它们当前的价格。三星 Galaxy Z Fold 7目前新机上市，官网价格12+256版本售价13999元，12+512版本目前享受免费升杯，一样是13999元到手。如果活动结束，那就是14999元。因为是新机上市，其他电商平台旗舰店同价。二手方面，目前某鱼平台上价格在11000到12000元左右。OPPO Find N5目前官网12+256版本售价8999元，16+512版本售价9999元。某豆平台上 Plus 会员优惠150元，某宝平台88 VIP 领券优惠150元，某多百亿补贴8099元。二手方面，同样是某鱼平台16+512版本大约在7000元左右。vivo X Fold 5官网中12+256版本售价6999元，12+512版本售价7999元。某多平台与官网同价，在某多平台则少635元。二手方面，16+512是在6500元到7000元左右。荣耀 Magic V5官网售价是12+256版本8999元，16+512版本9999元。电商平台方面，旗舰店与官网同价。二手方面，16+512版本则在8500元左右。华为 Mate X6 典藏版目前官网售价16+512版本13999元，目前某东售价13369元。某宝平台13599元，某多则是12491元。二手方面则是在9000元至11000元左右。看完这些大折叠手机的售价，相信你对它表现有了一个心理锚点。到底怎样的表现才能是你认为的合适？不妨我们一项一项开始体验，看看到底谁的综合实力能让你为它亮灯。目前就是性能测试方面，对于如今如此轻薄的大折叠手机，展开态甚至已经不足5毫米的情况下，其实最大的掣肘一眼便知，那就是散热压力激增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它们的性能表现。先看三星的 Z Fold 7，搭载骁龙8至尊版 OC 移动平台，在安兔兔 V10 中获得了215万的跑分成绩。我们的游戏测试均使用内屏，也有利于散热。不知道目前是因为新机上市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，它在王者荣耀中只能开启60帧模式。不过游戏帧率表现还是十分稳定的，平均帧率60帧，流畅度99.96%，抖动率仅为0.04。对于这台手机来说，60帧确实不构成挑战。我们又体验了原神，开启最高画质并开启60帧模式，选择在虚拟城内不断移动，模拟比较极端的游戏情况。那原神开到最高画质，散热压力也接踵而至，帧率在50到55左右徘徊。而在11分钟，由于散热压力，帧率在35左右徘徊，直到第15分钟后，帧率回到60帧，维持了一小会儿，随后进入了一阵帧率波动范围特别大的区间，大概在37帧到55帧之间反复横跳。
在第19分钟后，帧率再次降到35帧左右，在第23分钟之后再次回到平均55帧率左右徘徊。可以看出，对于如此轻薄的折叠屏手机，散热的压力也是很大的。最终平均帧率49.49，流畅度91.63，抖动率达到1.99，手机的温度也来到了37.3摄氏度。来看 OPPO Find N5，采用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，不过是一个7核的版本。在安兔兔 V 十中，OPPO Find N5获得了232万分的高分成绩。实际游戏体验中，王者荣耀可以开启120帧，不过不支持极高画质与120帧同时开启。但在实际游戏中，它的体验帧率还是非常稳定的。全程帧率波动较小，平均帧率120.03，流畅度99.83，抖动率0.06，可以说是轻松应对。之后我又跑了原神，测试条件一致，不过这次的表现就很独特了。最开始1分钟左右Find N5能够在6帧左右，很快帧率就被限制在了45帧。在第5分钟后，帧率限制在40帧，一直到第27分钟，帧率再次限为30帧。第30分钟，帧率限制放宽到40帧。可以看到，帧率的波动还是比较小的，所以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厂商直接限制了帧数。虽然这样帧率表现稳定，不会一会儿流畅一会儿卡顿，能够看出调教的不同。不过可能过于轻薄的压力，还是显得调教有点保守了。最终平均帧率40.13，流畅度99.73，抖动率0.36，手机温度确实比较高，43.5摄氏度那 vivo X Fold 5呢？这款产品搭载的是一个第3代高通骁龙8移动平台，对于这个平台，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。在安兔兔 V 十中获得了197万的成绩。实际游戏体验中，同样的测试条件，它在王者荣耀中同样可以开启120帧模式，整体的帧率表现也是比较稳定，平均帧率120.31，流畅度99.51，抖动率0.16，还是很轻松的。又体验了原神，测试条件一致X Fold 5在最初的1分20秒时是可以跑60帧的，不过帧率较为波动，之后帧率就落在了45帧左右，持续了2分钟左右之后，帧率就在40左右了。之后的13分钟时间里，一直在35帧到45帧左右波动。在第18分钟起，帧率就再也没到40这条线了，在35帧左右波动，最终平均帧率39.63，流畅度98.65，抖动率0.56。可以看出，在轻薄的机身下，即使是第3代高通骁龙8也不得不限制帧率，散热的压力很大呀。接下来是荣耀 Magic V5，搭载的也是高通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。它在安兔兔 V 十中的跑分成绩210万分，在王者荣耀中，它支持120帧模式，并且游戏中的帧率也表现得比较稳定，平均帧率120.51，流畅度99.43，抖动率仅为0.38。可以说，大屏120帧畅玩王者荣耀还是非常舒适的。之后的原神测试中能够看出前3分钟荣耀 Magic V5还是能够维持在60帧左右，不过之后帧率逐渐就在50帧左右波动。在第17分钟左右，散热问题缓解，帧率在55帧左右波动，之后的帧率波动幅度就很大了，45帧到57帧左右不断波动，也能看出荣耀 Magic V5的调教是比较宽松的，帧率最终的表现是平均54帧。目前来看，表现是最好的。最后就是华为 Mate S6 典藏版了，在安兔兔 V 十中获得了96万分，不过帧率表现上是在115帧到120帧之间有些波动，最终的平均帧率是116.61，流畅度是78.86，抖动率2.94。从帧率图也能看出来，还是在这个范围内不断变化的。在原神测试中，前2分钟基本维持在60帧这样的水平，之后就被限制在了50帧左右，并且一直维持到游戏结束，最终平均帧率50.55，抖动率0.66，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总的来说，可以看出如今轻薄的大折叠手机还是不太适应进行游戏的。轻薄的机身对于散热的压力比较大，各家的调教策略也是有着不小的区别，是选择帧率不太稳定但能够有高帧率，还是帧率低一些但是稳定，就看个人的取舍了。现在大折叠都把影像当主打，实拍效果确实能打，但受限于机身尺寸，真是要跟影像旗舰硬刚还是差点意思。具体参数不啰嗦，直接上表格一目了然。接下来我们看具体的样张表现，首先是三星的，可以看到
在白天的样张下，得益于主摄的2亿高像素，在细节处的处理更加到位，整体的色彩处理呢也比较偏于真实，不那么抓眼球的一种色调。长焦方面，在2倍、3倍、5倍、10倍表现下都还是比较不错，不过20倍、30倍下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。慧灵条3个字会有些光晕的虚影，下面的英文也变得模糊不清，但主摄的其他样张都是非常出色的。光焦的视角和畸变的控制都很到位，几个摄像头的颜色调教呢也比较一致。微距下可以看清画组的细节，背景的虚化也非常到位，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真实和亮度不高的处理方向。到了夜景、长焦场景也一样，远处钢缆边缘会变得模糊，能看出部分 AI 修图的痕迹，整体表现跟白天差不多的意思。到拍建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不管是广角主摄还是长焦镜头，眩光控制的都挺稳，高光压制也到位，整体还是比较出片的。画面干净通透，解析力足以应对夜晚的场景。再看 OPPO 的样张表现，白天场景里，OPPO 色彩走真实路子，但画面亮度更高，有哈苏联合调教加持，色彩把控更准，看着就更讨眼球。在长焦方面，即使30倍也能清晰的看清桥上的字体，连下面的英文小字也是清晰的。AI 加持下 ，OPPO 处理的确实到位，而且主摄广角和超广角的色彩一致性调教的不错。不过超广角画面稍暗点，但畸变控制更稳。微距方面，虚化的效果更具有层次感，整体亮度也给得很足。夜景里 ，OPPO 长焦处理的更平滑，画面纯净度更高，但主摄鬼影没躲掉。超广角眩光控制也稍弱些，拍建筑时天空云朵保留的更好，画面亮度也在线。不过极限长焦下高光压制有些吃力，拍摄时手动调会更好。总的来说，在哈苏色彩加持下，范南5虽然偏真实，却更讨眼球。再看 vivo X Fold 5的样张，明显能够感受到色彩更加艳丽讨喜，尤其桥上名牌的棕色更加鲜活。不过长焦有点小问题不管30倍还是20倍都有点虚影。或许是 AI 算法下还有一些瑕疵，但日常用完全够。其他白天场景里 vivo X Fold 5确实是颜色非常鲜艳的取向，天空蓝得更纯，墙上涂鸦的色彩也特浓郁。不同于 OPPO、vivo 的超广角比主摄色调更暖、更鲜艳，抗畸变效果同样出色。微距下，虚化层次虽然少点，但颜色够艳丽，拍出来的花朵特别抓眼球。夜景长焦方面，vivo 的 AI 保留了钢索纹理，这点值得夸。不过主摄也有鬼影，但超广角的眩光控制在可用范围里。拍建筑时，天空处理的更深邃，还保留了云朵的细节，算是深邃感和细节我都要的选手。极限长焦的高光控制也更好。总的来说 ，vivo 的影像还是第一梯队，就是色彩偏艳丽，喜欢艳丽一些呢，还是真实色彩还原一些，全看个人口味了。轮到荣耀了，白天的样张一眼就能看出走艳丽路子，草色绿的最鲜亮，天空蓝的更通透。而在长焦方面，虽然慧灵条3个字挺清晰，但下方英文小字有点糊，尤其是慧中间的 U， 但整体没有出现虚影，能感觉到荣耀 AI 影像进步挺快。其他白天样张来看，荣耀在影像方面更注重天空与绿草的颜色鲜艳，建筑物色彩倒没那么浓。同时，超广角焦段是13毫米，能够容纳更多画面，但物理限制摆在那儿，变形会更明显一些。微距上层次感也比较鲜明，花朵细节色彩变化处理的也挺细腻。夜景表现就分出差距了，超广角眩光明显变多，虚影问题得下功夫优化。主摄也没躲过鬼影，不过长焦还行。钢缆纹理保留的挺清晰，能够看出荣耀 AI 影像确实在快速追赶。建筑夜景里，超广角表现差距更明显，而且3倍长焦后画面颜色突变，虽然高光压制和细节都到位，但暴露出了荣耀30的调教一致性做的有些欠缺，还是需要在这方面优化一下。总的来说荣耀在影像长焦的 AI 方面发展迅速，色彩方面是比较鲜艳的处理，但多摄调教一致性上得加把劲儿。最后说，华为 Mate X6 典藏版有了多光谱系统的加持，色彩确实与肉眼看的更加的接近，整体色彩还原确实得夸一夸，长焦更精细，尤其下面的英文小字儿，在这5款产品里是最清晰的。其他的白天样张色彩还原依旧能打，花朵树叶的质感特真实，更加贴近人眼的质感。不过超广角的色彩明显偏暖一些，13毫米的焦段带来大视野的同时，变形也稍明显一些。微距方面，虚化层次感差点，要是能再优化下就更完美了。夜景方面，超广角和主摄对于路灯眩光的控制不是很好，主摄同样出现了鬼影。
长焦倒是尽量保住了钢缆纹理，但30倍下有点紫边问题，多少影响观感呀。建筑样张同样受路灯眩光影响，但色彩一致性调教得很稳，长焦的细节和高光控制都在线。总的来说，多光谱系统让色彩还原成了华为的强项，就是眩光控制得加把劲儿。不过长焦 AI 确实走在前面了。当然，折叠屏轻薄了，很多人就会疑虑续航和充电到底行不行？尤其轻薄的机身下能塞下多大的电池呢？其实这几款产品的电池容量还算是比较可观。首先是三星 Z Fold 7，电池容量依旧是4400毫安时，那在当今就显得比较小了。不过这次机身做了很大程度的减薄，就放它一马吧。OPPO Find N5是5600毫安时 ，vivo X Fold 5是6000毫安时，而荣耀 Magic V5则是两种版本，16+1T是6100毫安时，其他版本是5820毫安时。华为 Mate X6 典藏版是5200毫安时，其他版本是5110毫安时。对于续航的测试，由于各家对于游戏的画质帧率设置相对来说难以统一，直接用1小时 4K 60帧视频录制来测，这几款都支持这功能，更能看出真实续航状态。我再多说一嘴，因为机型发布时间不同，有的当主力机用了一段时间，软件均为测试时的最新版本，咱这结果就代表我手里这台机器，仅供参考啊！我们将5部手机都充至满电开始测试，经过1小时 4K 60帧视频录制后，三星剩余电量77%，看来小电池确实拖后腿啊。OPPO、华为都是剩余电量80%，vivo 剩余83%，荣耀最顶剩余电量86%。有意思的是，续航最好的荣耀电池容量还不是最大的，新发布的优势可能在这儿。三星虽说也是新机型，但4400毫安时实在太小了吧，导致续航表现不佳。剩下3部的剩余电量水平差不多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自己大概的需求。充电方面，我们都选择使用 PowerZ 测试工具，使用原装充电器，从1%电量开始，直到手机系统提示电量充满为止。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充电表现。三星 Z Fold 7使用原装充电器，基本功率维持在21瓦到22瓦左右。第25分钟左右时，充电功率降至19瓦左右；第40分钟，充电功率降至14瓦左右；在第55分钟左右开始，充电功率慢慢往下掉，直到充电完成时，功率2瓦左右。总的来说，这充电功率确实偏低，充满花了1小时30分钟。再看 OPPO Find N5 的充电，其自身支持80瓦超级闪充，我们从1%开始，开局功率秒到65瓦，不过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，然后从55瓦左右爬升至60瓦，在第2分钟左右，充电功率降至45瓦之后，经历过1次到33瓦左右的波动，在第3分钟开始，充电功率在25瓦到35瓦左右之间波动了几次。每一次最高峰值都会有所增长，充电第30分钟左右，峰值接近40瓦，之后维持在30瓦左右，直到第36分钟，充电功率逐渐降到18瓦左右，最终第49分钟开始进入5瓦左右的涓流充电模式，51分钟左右充满。可以看到 OPPO 这边或许是发布较早，使用时间较长，加上轻薄的机身带来的散热问题，充电功率波动比较多，但充电速度控制在50分钟左右，可以接受吧。vivo X Fold 5同样支持80瓦有线充电，我们从1%开始充电。最开始时vivo大约1分钟都没有握手快充，握手成功后功率冲到64瓦，很快掉至44瓦，之后第4分钟功率降至40瓦左右。第15分钟时，充电功率出现了频繁的44瓦到37瓦左右的一个波动状态。第20分钟功率降至37瓦左右，第29分钟功率降至25瓦，第33分钟逐步降低功率到13瓦左右，第42分钟进入涓流充电模式，大约49分钟时，系统提示充满，结合60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充电还能控制在50分钟左右，这还是值得肯定的。荣耀 Magic V5 则是支持66瓦快充，30秒左右快充握手成功，峰值功率来到47瓦左右，1分钟后功率降到了44瓦左右，又1分钟后充电功率降到40瓦左右，第8分钟开始功率降到30瓦左右，并持续到了大约第33分钟，功率降至25瓦，第38分钟降至20瓦，此后直到第49分钟，功率逐渐下降到至10瓦。第56分钟，经过了大约1分钟短暂的停止充电后，进入涓流充电，直到最终1小时左右，系统提示充电完成。可以看到，荣耀的充电功率维持还是比较稳的，虽说长时间维持30瓦，但充电控制在1小时，结合6100毫安时的大电池也可接受。华为 Mate X6 典藏版的66瓦充电握手更慢
2分钟左右才握手成功。握手后呢，充电功率升到55瓦，第9分钟短暂掉到45瓦后稳在41瓦，在充电第13分钟后，功率降为37瓦左右，逐渐升到40瓦。第21分钟功率逐渐降到25瓦，第35分钟充电功率持续下降，直到12瓦左右进行涓流充电，最终45分钟左右充电完成。搭载5200毫安时的华为 Mate X6 典藏版充电速度是最快的，45分钟效果不错，就是快充协议的握手时间稍长，要是能快点就完美了。屏幕也是大折叠屏手机的最大亮点，毕竟内外双屏幕，尤其内屏小平板一样的尺寸带来更好的视觉享受。但是内外屏的亮度素质、均匀度是否一致，也是决定体验的关键。内外屏如果亮度差距过大，就会造成很强的割裂感。所以我们逐一测试它们的亮度，一共选择了3个场景：暗光下的自动亮度、手动最高亮度、强光激发最高亮度，并且每次都测5点屏幕亮度，以观察均匀度。具体数据我们罗列了一个表格，我就不一一讲述了。从数据结果上来看，各家在低亮度和手动最高亮度时的屏幕均匀度表现都不错。相对来说，荣耀 Magic V5 的低亮度内外屏亮度差距有些大，其他产品都是比较一致的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OPPO 的内外屏手动最高亮度都在600多，相对有些低了。而荣耀和华为手动最高亮度都是外屏比内屏高200左右。最后就是全屏激发亮度下，屏幕均匀度都会有所下降，这也能理解。全屏激发亮度最出色的就是 vivo X Fold 5了。既然大折叠手机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出色的影音体验，那音质绝对是绕不开的坎儿。毕竟再好的戏，音质不行也就没那味儿了。我们专门把5款手机的外放音质进行了测试，统一测试条件，音量统一开到50%左右，并且使用录音笔进行音频的录制。大家可以逐一感受一下几款手机的外放效果。听完后我个人认为vivo X Fold 5的音量稍微有点小了，好多细节听不清。荣耀的音量是最大的，同时低音效果也比较不错，无论是古典还是贝斯的低音都能听清。OPPO 的音质也照样能打，同样古典和贝斯的低音下潜都比较出色，声场相对也更大一些。三星的音量也不错，但低音下潜显得不足，高音比较通透。华为则是低音不足，高音显得稍微欠缺那么一点儿。总的来说，现在大折叠屏基本都走轻薄路线了，各家在轻薄度、配置和价格上各有取舍。不过要注意，这几款产品都不太适合高强度的游戏体验。影像方面则是比较推荐华为 Mate X6 典藏版。续航方面考虑到较多的话，荣耀 Magic V5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不喜欢圆形摄像头，在意外观的可以选择三星 Galaxy Z Fold 7。户外用的多，想要高亮屏， vivo X Fold 5的屏幕亮度最顶。想要一个比较均衡的产品， OPPO Find N5 是一个靠谱的水手机选择。好了，
感谢大家听豆芽唠这么多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